香港嘅官方營地已經開返啦。JTT 為咗 update 返每個營地嘅資料同埋環境相，設計咗唔同嘅走營路線。有啲營地同營地之間都好近啊，行幾公里就到一個。而 TT 好鍾意流浪咁樣露營，所以呢，比較近嘅營地會一次過去，每晚瞓一個營地。第一個旅程會先走大欖、大帽山、城門郊野公園，一連5個營地啊，河背營地、田夫仔營地、荃錦營地、扶輪公園營地、鉛礦坳營地。第一站就去河背營地先。TT 計劃咗6日5夜嘅走營，哇，個背囊重23kg啊！2023年4月1號出發，去元朗地鐵站 B 出口，行過去太行街，搭71號往河背村嘅專線小巴。咁就去到河背村總站落車就得啦。首先呢，我會行過去河背村入面嘅一間士多餐廳嗰度食嘢先。當我知道往營地嘅路上呢，會經過一啲餐廳啊、士多啊，又可以坐喺度食嘢呢，我就會計劃喺嗰度食咗早餐先㗎。因為喺村嘅士多餐廳嗰度食嘢，令人感覺好似已經住咗喺個村度啊！一路行入嚟，已經見到河背悠遊聚腳點士多佢嘅指示牌啦。咁由河背村總站行過去河背悠遊聚腳點士多，都係10零分鐘，好近。呢度都係一個小農場嚟喎，有隻好乖嘅狗仔即刻出嚟迎接啊！入到嚟仲有2隻好精靈嘅貓仔，仲有大烏龜。呢間士多原來係玩越野單車嗰啲朋友嘅聚腳點嚟嘅喎，睇到河背車神、越野哥、單車男嘅對話。大家如果想當呢間士多係河背營地補給站，咁要注意啦，佢哋係下晝好早收工㗎，可以一早打定電話嚟問。我今次食豉油黃炒麵加罐黑啤。由河背村總站出發呢，就會係大約行30分鐘就可以抵達河背營地啦。我而家呢，就由河背悠遊聚腳點士多出發。我背囊厚過幾倍。路上見到呢個牌寫住呢度係郊野公園限制嘅道路，未經許可禁止任何車輛及電單車駛入嘅，所以大家揸唔到車去河背營地㗎喇。哇，開始好多人啦，好多人都去河背營地。
我一路行，但係不斷上斜，孭住23kg都幾辛苦㗎。一路上斜。我由士多過嚟，行咗大概13分鐘，終於到河背營地啦。入去行下，睇下個環境先。河背營地係一個比較大嘅官方營地嚟嘅，有上層下層咁樣啦。因為河背水塘嘅水源有水喉，有去水位。睇下手先，喺上面行。我之前呢，一路都嚟過2次，都係喺涼亭隔離紮營嘅。因為嗰時我都唔會帶枱凳去露營，亦都冇天幕，諗住有個涼亭方便煮下嘢食同埋坐下。我都照行過去涼亭嗰度望下四周啦。究竟紮邊度好呢？我見到呢度上面有個框圍住嘅草地位，都唔錯喎，可惜已經有幾個帳篷紮咗喺度啦。下面呢度個位雖然又平又寬敞，但係呢幾日落雨，紮高啲嘅位置好啲嘅。咁都係紮返喺涼亭隔離啦。我今次走營，盡量要輕便，我就帶咗防水達人呢款好輕嘅2人帳篷。我一個人瞓啫嘛，咁一個人瞓2人帳篷，咁其實好寬敞噶啦。呢個帳篷呢，只係重1.8kg 嘅啫，同係雙層，又有雙門。內帳係全蚊網，好通風。佢嘅外帳都係比較薄嘅布料，都好線水㗎。呢款仲要特登做咗銀底添啊！咁就算喺日頭比較曬嘅時候呢，喺外帳入面都可以防到曬。我係以輕裝備為主，咁我就將呢個帳篷嘅營釘換晒鈦釘，我用花稿嘅鈦釘，令到重量更輕。我鍾意用呢款個頭係勾形嘅營釘，感覺係比較容易勾住啲營繩。
同埋唔會刮傷手。好啦，紮好型啦。我今次想細件啲擺落背囊，所以我張床係用咗充氣床嘅。呢個係 Festel Gear 嘅 Tiny Pump， 非常細件，所以我都好鍾意用啊。我今次有帶驅蚊機啊，咁呢個係 Lightcore 嘅。Lightcore 嘅充電器我就成日都用啦，咁見佢又出咗驅蚊機，咁試下啦，睇下佢啲蚊片係咪勁啲先。但係發覺原來仲要搣呢張紙先至可以見到佢個顯示屏。但係點樣去開佢呢？呢個係全新嘅，啱啱新拆出嚟，然後後面係要咁樣拉嗰個掣去開。呢度有塊片隔住咗嚿電芯，防止漏電。所以我原來係冇叉到電嘅。咁睇下一開始又有幾多電可以用啦。咁我撳下右邊呢粒掣，就係嗰個蚊片發熱嘅功能嚟嘅。哇，我得返4個鐘頭可以用咋。咁撳埋左邊啦，左邊係超聲波，咁我剩返2個鐘。佢係可以2個功能一齊開，或者淨係揀一個開。咁我要慳住用啦。安頓好之後就去洗手間先。佢係流動廁所嚟㗎，喺呢度上去有2個廁所。不過呢個廁所其實都出名係比較恐怖啲，因為好多人用，喺路口，唔係淨係人哋嘅人用，所以如果一日過咗到夜晚，個廁所就會比較濃味啲。朝頭早就好啲嘅，朝頭早佢都有清潔，有廁紙喎。我以前嚟過河背營地呢，記得附近係可以落溪澗嘅。其實之前係冇呢個水喉位㗎，咁我係要去溪澗攞水嘅。我記得之前就係喺呢度落去溪澗攞水㗎啦。但係原來附近係好近，有條路係直頭落到去個澗位㗎喎，好易落㗎咋。哇！入到嚟係落到去個橋底下面，有個小瀑布，好靚喎。呢度影相一流啊！啲水好清啊！哇！呢度好正啊！好清。
誒，返到嚟，原來上面草地嗰度佢哋係收營喎，咁不如我搬過去啦。喺呢個草地瞓得舒服好多。喺地下執咗呢啲好似松果嘅嘢，但係又唔係松果嘅樣，試下攞嚟燒先。發覺河貝人哋呢度都幾多人玩柴火㗎，見佢燒烤爐咁靚，咁喺度玩下啦。咁上一批呢，就有人都留低咗啲好細嘅柴，咁可以擺到落呢個燒烤爐嘅。我特登冇用啲易燃嘢啊，就咁用天然物料，發覺係好難點着㗎。隔籬即刻拎啲酒精喺度幫我噴喎。哎呀，始終都係要用返酒精先至容易着火。原本冇諗住用噶，咁隔籬好心啦，幫下我，即刻啲火大啲啦，有啲起色啦。雖然都唔係好慢，不過都有啲火，睇下。點到我嘅打火機都就嚟冇油添。哇！欣賞下啲火，都係搵地下嗰啲碎木攞嚟畀佢繼續燒㗎咋。不過我就唔係打算用呢個柴火嚟煮嘢嘅，我係有帶 gas 爐㗎。第一晚呢，可以煮啲要急凍嘅嗰啲凍嘅食材，只有第一晚或者第二朝早餐可以捱到，其他日子就要食乾糧啦。咁我會帶呢個蘇土嘅非常迷你嘅一個高山氣嘅爐，我係用鈦金屬嘅單人曲 set。點解你見我放咗張牛油紙呢？因為鈦金屬煎嘢係會好容易黐底嘅，咁我用呢個嚟到隔一隔啦。不過原來牛油紙呢都係唔可以隔到，太近太熱呢都會穿嘅。已經變黑啦。之前我就試過用牛油紙嚟到擺落鈦金屬嘅蒸盤嗰度蒸點心同埋蒸海鮮，佢仲可以兜住啲汁，咁佢蒸嘅話呢係非常正嘅。係冇穿到嘅，但係煎就唔得啦。煎都係用返 BBQ net 去隔啦。上次煎牛扒係非常掂啊，冇問題啊。第二朝早餐攞嚟煎腸仔、整漢堡包都得啊。哎呀，已經穿咗啦。我帶咗2罐金牌嘉士伯，咁所以我個袋咁重啦。1罐500 ml， 2罐都1 lit 啦。唔要將牛油紙繼續煎埋佢先。鈦金屬煎嘅顏色，燒出嚟嘅顏色好靚啊！呢個係椰菜花飯嚟㗎，我將佢倒入個深啲嘅鍋，用椰菜花飯都好方便啊，又唔使等煮飯，同埋又可以食到多啲蔬菜，加少少水去煲熟佢，煲返熱就得啦，其實。
搞掂，撈埋一鍋就食得啦。燒鰻魚、素雞、椰菜花飯就係我今日嘅一人晚餐。最近買咗支營燈 Cargo Container Gel Light Mini。原本我以前其實就係用頭燈攞嚟照明嘅咋，喺內帳都係咁樣照明。今次試下破例用營燈啦，因為佢嘅軍綠色呢真係好靚，個形狀都好有型格，好有軍事 feel。而下面可以插腳架，個頂撳呢個掣就着啦。佢同以往我淨係用頭燈嘅分別呢，佢係可以均勻照亮晒成個內帳範圍嘅，可以調校光暗啦。再撳由下方去着燈都得，或者兩邊、四面同埋下方同時着燈，咁啊再光啲。咁我呢係要開住燈瞓覺嘅，所以我會校到最暗嘅狀態，通宵開咯，擺喺上面。咁就睇下佢可以用到幾多晚啦。可以露營咁多日，冇得沖涼喎，又出咁多汗，咁點算呢？其實我係會抹身嘅，我用嘅呢係可分解嘅濕紙巾，不含香料同化學物質，不含酒精。咁我攞嚟抹身都更安心啦，唔會傷到我嗰啲皮膚，同時環保。呢款濕紙巾呢係可以沖落廁所嗰隻嚟嘅，一包有好多張喎，用6日都應該用唔晒。半夜就開始落大雨，落到第二天早上啦。趁個天而家冇落雨，即刻收營，放喺個涼衣架度曬先。咁曬緊帳篷嘅時候，我就喺涼亭度煮早餐啦。首先我會飲一包營養補充嘅沖飲，一陣要行大約5公里去田夫仔營地啊，仲要係狂上斜，補充下維他命先，抗氧化都係必須嘅。飲杯營養沖飲之後，煲水煮烏冬。呢個咁迷你嘅高山氣嘅爐，其實我去外國旅行我都會帶嘅，因為佢擺喺背囊入面都唔係好壓位，非常細件。咁我就會去到外國嗰度去揾超市啦，或者露營用品店先至買高山氣。係有呢個濾水器，好方便。我帶個罐頭鮑魚，咁喺冇雪櫃嘅環境之下，其實呢啲罐頭即食嘢係好有優勢嘅。就算我煮唔得都可以就咁開嚟食。咁我只需煲咗啲烏冬，然後將罐頭鮑魚倒入，再加番茄，咁我已經食得啦，好濃味啊！
食完早餐，帳篷同地蓆已經乾晒咯，出發去田夫仔營地。喺呢條片下面嘅介紹文字會有河背營地嘅詳細資料，同埋有一啲我今次露營用過嘅裝備連結俾大家參考。我而家經過緊河背水塘，然後會上一段勁斜嘅小山路到越野單車徑，然後先至到達田夫仔營地，一個人包場露營。下一集我就會分享呢段旅程啦，下一集見。